好的，今天来讲我昨天收到的这支 Nextool 纳拓的随身多功能小刀。为什么要讲这支呢？好了，应该说我为什么买这支呢？你看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吗？它比较宽，就是它并不是那种可以挂在钥匙圈。好啦，也许你的钥匙圈很大，那你就可以挂在钥匙圈，没有那么小。它的大小比较一下，这个是瑞士刀维氏的91mm，就是9.1公分那种中型的，大小可以比较一下，它比较宽，右边这个比较厚。那因为它这么便宜，所以做的比较厚也是合理的。看它这个就很 compact， 东西都叠交在一起，这边就有五片可以拿出来了。那这个也是5片，5片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。从这边好，主刀，这支是它的主刀，对。主刀长这样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这个前面这里是没有开刃的，你用手这样插没关系。我昨天收到的时候，连这边都没开刃，就是这个转角的地方都没有，它只有下面有刃。那我觉得这样不方便，所以我就拿那个磨刀石给它磨，因为我觉得你至少前面要开刃吧，像你割指啊什么的。你才割得开啊，不然它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是形状，刀的形状，而且前面不会插到自己。你弄这种东西，前面插到自己就太蠢。然后它所有的工具打开之后都是锁定的，你要把它收起来，就是这2个，你要把它往下。往右滑，如果直放就是往下滑，然后收进去，这是解除锁定的方法。然后它第2个工具呢，是一支剪刀。这一支剪刀呢，长得像一只鸟，但是这不是我要说的，我是要说这支剪刀是这整个多功能刀里面最失败的一个部分。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很好剪。怎么说嘞？就是它这个刃交汇的地方你不能用到太深，不然它这边没有剪的功能。你大概只能用它大概1半或前3/4来剪。如果你用它前面剪的话，就还蛮正常的。对，但是它就是你不能剪到用到后面，你会觉得后面好像没有吃到，后面没有吃，结果又剪下去了。其实还可以了，还不错了，因为这支工具算是非常的便宜，就是纳托他们就是小阿咪，就是穷人的瑞士刀，可以这样讲吧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剪刀不是很好剪，但是可以用啊，只是不好剪。重点就是它这个中间这边没有刃，你会常常卡住。那你如果是瑞士刀的做法，它就是不让你开到太开，它就会限制你剪的角度。那这个没有做，所以算是一个缺点，但不是不能用。因为以前我们买那种有没有人家那个赠品啊？我来找一个赠品那种瑞士刀。好，我来找阿公家的这种赠品的这种没有一个可以用的，这个真的不行。但是这一支纳托这支就是它真的是还是可以用，还蛮不错用，如果有符合你的需求的话。只是跟那种名贵的比起来，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么好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它剪刀的部分。那第3个，天哪，我为什么要戴这只手套呢？我戴这只手套是因为
我不要我的手出现在荧幕里面。如果你们有指甲，就用这个指甲抠这边是可以的。这个是第3个，好，先把第4个收起来，自己破梗自己。第3个这个形状奇特的东西，好，这边是给你抠指甲的地方，所以它是做这个形状。那前面不能太粗，不然就没办法伸进去螺丝洞里。这是一个10字的 Phillips 的10字起子。然后这边是锉刀，这有双横，背面是单横。基本上它是一个锉刀，然后前面是一个10字起 Phillips。我刚刚用它来开我的家电风扇，10字螺丝 Phillips 的，它是蛮好用的，这没有什么问题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锁定之后，你也不用怕锁到一半滑掉或什么，所以是蛮不错。好的，再来看它第4片，我们刚刚讲3片了。第4片这个形状怪异，没有，我们不能说怪异，奇特。最前面是1字起，小的1字起，你也可以拿来当做翘的。然后这边是开瓶器，开罐器，就开罐头的。这个小洞是拨线的。最后面这里是开瓶，就是喝啤酒啊什么时候开瓶。我觉得把开罐器跟开瓶器做在一起是还不错，因为这2个我都不常用。然后我不懂的是昨天我入手的时候，这个开罐的部分啊，它这里没有开刃，这也是我昨天用磨刀石把它稍微磨尖一点哦。我不懂，那如果不开刃的话要怎么用？那你稍微把它磨一下之后，现在这样子应该是可以拿来开罐头。问题是我家现在没有罐桶，那事实上开罐这个功能，我不晓得。当然你要用的时候，当然还是一定要用器具，但是一般现在都市的人可能不常用，除非你常吃罐头。但如果常吃罐头，你应该会有一个专用开罐器。好啦，那如果你去野外 ，anyway， 反正它就是有这个，一根有三种吧，不对，4种，1、2、3、4，一根有4种功能，算是不错。然后最后也是它这个有点神奇的，这有2个功能。OK， 这是让你抠出来的地方，因为这是最后一片了，所以你用指甲这种边边就可以把它抠出来。这个凹槽是干嘛的呢？就是啊，如果你在外面吃便当还是什么，你想要边吃便当边吃汉堡边看手机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手机放在上面，看，解放你的双手，你就可以看手机了，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功能了。那它最前面这一段是什么呢？根据它的说明，这个是割绳子的，还有开快递的。他的说法是啊，就是他前面他说，一般你如果用刀子去开快递，可能会把里面的货品伤到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它是刃是在里面，而不是在外面的，所以你插进去之后钩就比较不容易把东西弄坏。但是呢，我昨天入手之后，我又忍不住，我又把它磨了，所以它现在前面也是尖的。你买来的时候不是尖的，这是被我磨尖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开快递比较爽，这是我自己给它做的 modification。好，总之呢就是这样子，这5片的功能就是这样子。它背面是一块塑胶，什么都没有哦。然后边边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给你挂钥匙圈或者是吊挂用的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然后它有个隐藏功能，我觉得很好。这是啥？这是一支手机取卡针。你看就可以把这个 SIM 卡拿出来。你有时候要找这个取卡针找不到的时候，这个就真的很方便。这个算是我觉得这一整支里面最好的设计。
很方便啊，很聪明，而且它的拿法就是它另外这一头有一个这个，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用。好，总之这就是纳拓的这一支随身小工具。我今天为什么戴着我的防割手套，并不是因为我被它割到过，是的，我要再强调一次，它是都可以锁的。锁定之后，用这个下面这个把它解锁。便宜是便宜，但是该有的功能都有，除了剪刀有点需要再调整一下，我觉得好用啊。重点是它只要台币200元上下，200块，你还要什么自行车？200块，200块买这样子一个10种功能。再念一次，它有主刀、剪刀、十字起子、锉刀、割绳刀 slash 那个开箱、手机支架、开瓶器、开罐器、取卡针跟一字起，小的一字起。你还要什么自行车？200块，而且它这个钢还 OK 的。好了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钢啊，就是它这个铁还不错，然后也不会你这样晃也不会把它晃出来。那它旁边这个是调整它的松紧度的。如果你有这种星星型的起子，你就可以这样给它转，调整它的松紧度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。这个跟我上个礼拜买的 Roxon Flex Companion Mini 比较一下，这个上面这个就是真的比较宽，然后下面这个比较精致。这个当然精致，这个要1000多块，这只要200块，200块，你还要什么？这个是真的很不错，下次有机会再讲。看后面还有这个螺丝起子，我很喜欢这个螺丝起子，它是小的这种头，小的 bit， 你可以自己换，这好像1/4是不是寸的？是比较精细的，如果你有，它是通用的。如果你有那种一整组的，可以拿来换。这个是 mini 哦 ，Flex Companion Mini， 它有4个零件，你可以自己换你要什么东西。主刀是长这样，这也是被我磨过，我就是手剑。这些都可以换成你想要的，而且换很简单。下次再讲，有要讲的话。然后它会有送一支这个，也是用这个来调整松紧，但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很好了。对啊，它这个也是，这个主刀可以单手开啊，你要收起来也是很快，就这样收起来。但今天不是要讲这支，好，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200元的跟1000多的，这个有5层，就真的是稍微粗糙一点。可是东西都是可以用的，当然你要自己给它磨一下，但绝对不是那种有没有赠送品那种。什么你在那个虾皮什么看到那种几十块的100多的这种的都不能用，真的是超烂。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买来带在身上，或者是你放在包包里啊，干嘛？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。好的，就讲到这里，下次见 ，Goodbye。